太后，起来吧。哀家让你查的事，可查清了？查清了。新帝登基后，锦衣卫因这秋猎一事，全部被撤了腰牌。纪雷、乔天涯这些锦衣卫，从5品以上的人都下了狱，与咱们阁老还有潘如贵一起交由3法司会审。猎场之上，跟着海良仪的那个护科小吏，查明了吗？此人名叫薛修卓，如今已调离护科，升至大理寺丞。薛修卓，此子在南林猎场之前不曾听说过。他是薛家的什么人？回太后，是薛家3庶子。哀家以为海良仪这老狐狸，毕生所学都授予了姚温玉，迟早要推荐姚温玉入仕登阁，岂料他竟一声不吭，反而用起了不起眼的薛修卓。薛家这下是后继有人了。薛修卓先联合决西部正使江青山案及证据，又搭上了海良仪的桥，如今正是他负责审理咱们阁老的案子，只怕是打定主意要查个彻底，不会善罢甘休。皇帝如今寻了个由头，不让哀家出去。薛修卓要查，便让他查。你去告诉大哥，他如今需有壮士扼腕的决心，才能使花家东山再起。晋江文学城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。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1季第8集。每日早朝底下的人都在吵什么呢？没钱了，那就收税呀！杀一批贪官污吏不就追回来了？有什么可吵的？还有，明礼堂的龙椅真的是太硬了，坐久了屁股疼。不就是叫人多垫了几层褥子吗？就这种事情，海良仪也要进谏，这和定性有什么关系？这皇帝做的没意思。臣萧迟野，叩见皇上。子安，你快快起来！哎呀，来得正好，天师坊送来了丝窝虎眼糖，你也尝尝，是咱们几年前在官宴上吃过的。谢皇上赏赐。子安，坐吧。谢皇上。这里不用伺候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，都退下吧。刚在寝宫外遇着太医，说皇上病了。嗨，太医说我忧思过甚，又挨着秋寒，养养就好了。可是，子安，怎么还不斩花思谦？大理寺谈什么复审？这还有什么好审的啊？大理寺要3查案子，这是规矩。为了防止冤假错案，花思谦证据确凿，年前是一定能斩的。夜长梦多，太后就不像是慌了的样子。你知道吗？她日日都差人给我送点心，她想做什么？也想要死我吗？花家如今是千夫所指，太后总也要做出慈爱的样子来。皇上夜里睡得不好吗？我怎么睡得着啊？他们不死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子安，你替我去给海良仪讲一讲，免了复审，就地处决啊！子安，我就随口说说，毕竟这事情迟早都会解决的嘛。我就是心急了，
新奇了。无妨，皇上好生休息，臣先退下了。好。我真是晕了头了，上策安去找海良仪。经过秋烈一事，海良仪那些文臣都盯着策安呢，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与文臣起纠纷呢？万岁爷，要不奴婢陪您出去转一转？不转，罚得很。那请慕如姑娘给您弹琵琶。不能吧，国丧呢？再说了，他还在潘如贵府上呢，这会儿要是弄进了宫来，那不得挨骂？哎呦，万岁爷，您是皇帝，这宫里边啊，您说的算。咱们内宦办事儿，他们外臣怎么知道啊？咱们啊，偷偷的，不让海阁老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您是咱们的主子，他又不是。奴婢们为皇上办差，皇上不让谁知道啊，谁就一定不知道。好，可找这机会了，快去，越快越好，让穆叔进来。反正那潘如贵都要死了，留在那院子里也是晦气。希二少来了。此时正是遍地耳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我过来，是什么要紧的事啊？西国安下了刑狱，你多年的夙愿就在眼前，此时不乘胜追击，还等着他狗急跳墙吗？他死罪已定，我此刻使力才是画蛇添足。这世上没有已定的事情。御前带刀，围猎储君，这两件事情还不够他死。他为八大营都指挥使，本就可以御前带刀，围猎储君与他无关。他大可一口咬死自己见识不对，是回都去搬寻救兵的。新帝如今忌惮禁军，虽然拿下了花家，却是正需八大家倾力相助之时。时间拖得越久，西国安就越难死。只要西国安不死，你便还是希二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你想如何？西国安手里捏着掌握去都巡防要务的八大营，迄今4年时间里，八大营共计军饷900万两，有账可查的支出只有700万，剩余的200万两银子去了哪儿？稽查账本原就是薛修卓在做，想必他查一查，还能扣出更多的空支出。西国安若解释不清楚这笔钱的去处，那就只能怀疑他是不是披着八大营的皮，把钱挪去为自己饲养亲兵。饲养亲兵？他在天子榻侧饲养亲兵，能为了什么？不行，我失心疯了。潘府花党只是死他一个，意图谋反就是死我全家，这是诛九族的罪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如今新帝登基，正是你出头的好时机。西国安这是把命送给你，当升迁贺礼。你是要我？哼，你够狠！太后好歹也救了你2次，你还真是一点都不顾念恩情。恩情嘛，杀完人再还也不迟。何况今日之争，全是萧家与花家的博弈，与我有何干系？真是妙啊！可不是，听说还是学习来的厨，就靠你这个心痒痒的。好胖！
这狼崽子又喝大了。二公子今日这是遇着什么事儿了？离远点。里面给您备着热汤呢，舒坦点了，咱就进去吧。你进去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是。你踹我干什么？我没踹啊。这衣服上的脚印，不是罪证吗？喝傻了吧，小二？我像个傻子吗？老子不是傻子。好吧，那别挡我道，我要回家了。别挡我道，我也要回家。我要是回不了家，你也别想回家。哦。你怎么不反驳？我家中既无父兄，也无熟人，回去干什么？是了，敦州建兴王府已经撤了，凭你的身份，回去也是万人唾骂。所以，命嘛，开头的不好，就是受罪。那你怎么还活着？千万人都想要我死，可我让别人顺了心，自己岂不是很不舒坦？你待在招罪寺，才是生存之道。我若待在招罪寺，你便会觉得斩首才是我的好归处。萧赤野，你早已习惯了俯瞰，你与今日俯瞰着你的人没有区别。如今尝到被李氏困着的滋味，你也痛苦万分吧？金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李北就是你的命门，从始至终被暴露在外，回不去，你就是空有凌云志的废物。这世间最叫人惋惜的，就是驯狼为狗。在去都，你的獠牙还能锋利几时？秋烈士，你跟着我救我一命，便是为了此刻的痛快。二公子高看，即便我不出现，你也能活。我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蝼蚁罢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报恩，报你们的不杀之恩。我当你痛改前非，要好好做人。痛改前非？我犯了什么错？我犯了什么错？你从茶室天坑爬出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看一看端州群城？8成净土，马蹄踏入城门，溅起的都是人血。甚未明白，中国3万人埋葬在茶室天坑，我在那一日死了大哥和师娘，我又有什么错？沈未该杀，沈氏当诛。你也姓沈，你怎么就没错？谁也别想好过。别息怒啊！怎么打起来了？怎么给我领上礼？一会儿好好说，哪里值得动手呢？你们赶紧去王府换人。谁敢激动我爹，我就打断谁的腿！干嘛呀？这是二公子平素最会怜香惜玉，今夜怎么把姑娘都吓着了？爷们儿喝了酒，切磋切磋也是常有的事儿，罢了便罢了，咱们一笑泯恩仇嘛。你进去。二公子，外边这么冷，进去。是。姑娘们都散了吧，没事了。是。下一回要找我直接去卫所，这条巷我800年也不一定走一回。我要是知道你从这里过，我就是吐屋里也不来这儿。哼，
那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既然路窄遇上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就会盯紧你。你都自顾不暇了，还这么为我费心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一场秋猎就想打得花家翻不了身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哼，彼此没了太后作保，你又能活多久？龙椅都换了人坐，你那想当然的念头是不是也该换一换了？你又想做什么？有我盯着你，你动不了任何人。你说什么便是什么，我听你的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你今夜别跟我待在一起。温香软玉帐里卧，你还有跟人分榻而享的癖好。对不住，我没有。刚才还说，我说什么便是什么。你是不是昏头了？哼，锦衣卫的闲人都编入了禁军，昏头的人到底是谁？那总督想要我干什么呢？走，给二公子提靴。好。沈提起怎么在这儿？几来在刑狱还没判，锦衣卫暂充禁军，由总督大人监管。啊，那我先上楼看看总督。总督，怎么是你？沈兰舟呢？在楼下守着呢。总督，您的脸怎么了？打雷打的。大哥让你来叫我。是王爷，一早就收了信。沙丘护士昨夜让边沙骑兵给劫了，待会儿还要入宫详谈。海阁老召集了兵部、户部，咱们离北又要用兵了。走。大人还没用饭，这脏衣服也没。总督怎么不走？请升。灵婷，妈妈怎么还叫灵婷？总是忘了那个小妮子已经被赎出去了。换习惯了。你把桌上的糕点给提妻大人拿过来。来了，大人，吃点糕点吧。那就谢谢姐姐了。我也没用饭呢。我饿，我先吃。谢了。慢点吃，噎死了也来不及救。兰舟啊，怎么还有隔夜仇呢？我一觉都睡忘了。走，二公子带你找乐子去。二公子，不要趁机摸我的后颈。
众爱卿平身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启禀皇上，如今司礼监秉笔太监位置空虚，各部的账到了内阁签字之前，老臣都要先呈与皇上。昨夜的账，皇上觉得如何？行的啊。眼下秋寒霜重，李北若要用兵，就必定要从去都呈报军饷谕之。王爷，这一回需要多少？我久病不出，军情要务早已托付给了季明。季明啊，缺多少银子？说。边沙12部此刻节事，是因为冬雪将下，边沙各部粮食告罄，只能打劫护市。若在往年，李北均田自攻，不需要辎重支援，但今年先帝驾崩，边沙12部多半想要趁虚而入。如果要出兵，不仅要驱逐出境，还要驻兵严防。我已将所需数额呈递给了户部，共计120万两。120万两嘛，这有什么难？将士们不要挨饿受冻就行。皇上有所不知，去年的空缺还没补上，国库里一下子没有这么多钱呐。那100万两总是行的吧？皇上容禀，现如今国库余下的钱是要给去都大小官员发拖欠的俸禄的，100万两是肯定没有。皇上，只有60万两能拨给李北铁骑。皇上，微臣有个法子。你说。花党权倾朝野时，对一些闲差明码标价，有来者不拒，年年收的兵绩也是大数。还有潘如贵，借着采办空隙大肆揽财。这两人下了狱，不如抄了花潘两家，补贴军饷。昨日西家二公子西红轩以负荆请罪，呈书大理寺供告西固安私养亲兵，并且连西家在去都的宅院也租赁出去。就是为了还上西固安任职时8大营的空账。好啊，朕早就这么想了。不妥，大理寺复审还没有结束，怎可越法直判呢？非常时刻，也是迫于无奈。去都可以等复审，但是边沙骑兵不会等，不能让李北铁骑空着肚子去打仗。朕允了，就按薛爱卿说的做，退朝。唱。吁。还不下马？是要二公子抱你下来不成？不是要带我找乐子吗？来这宫门口作甚？跟着你二公子难道不乐吗？哦，对了，你待会儿自行去禁军办事房领腰牌，我要给我爹和大哥送行。他爹，萧方旭。先生在讲起萧之野时，也曾提及过他。如今人人都忌惮萧继明，但是兰州你要知道，20年前，真正马定边陲的人是萧方旭。李北如今辽阔的疆域，都是他带着组建的李北重骑一寸一寸打下来的。萧家能与花家分庭抗礼，就是因为萧方旭稳居李北。只要他不死，萧家便是扎根李北的参天大树。狼王之称，绝非浪得虚名啊！
想什么呢？锦衣卫最后的调令下来之前，你日日夜夜都要跟着我。日日夜夜，夜里还要我为二公子抬夜壶吗？你要是想，也是行的。我这几日忙，你就跟我住在禁军办事房的宅院里。爹。昨晚干什么去了？吃酒去了，忘了时辰。一觉醒来已经晚了。爹，事情谈完了。哦，这是沈卫的儿子。是沈卫的儿子。卑职拜见王爷。沈卫已死，至死无辜。先帝既然放了你出来，便是赦了你的罪。你怎么跟着这小子？卑职编入锦衣卫当差，如今暂归禁军，听凭总督大人调遣。原来如此。你为难人家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会为难他？我与他如今可是过命之交，兰州是不是？季明，站在阿野身边的那是谁？那是沈泽川，沈卫的儿子，怎么跟着阿野？阿野玩星咒，多半在为难他。这样貌也太出挑了。听说他母亲是端州武姬，幸好是端州武姬，而不是苍郡武姬，不然我爹又得给我娶个新姨娘。说到这个，阿野也20有3了吧，还不娶妻？一枝也替他着急。李北不需要他娶豪门贵女，是个家世平凡、出身清白的女子就行。一枝年年都往曲都送画像，为他挑遍了李北的女儿，可他却始终没个中意的人选。贵女交金与他玩不到一起，况且他这性子，有几个姑娘能招架得住？想找个情投意合的，我看难于上青天。他又爱往烟花巷子里钻，你可留意了，不要来日让他真带个继子进门。唉，他要是真遇到中意的人，谁挡得住？未雨绸缪啊，其他的便算了，性子千万不要太烈。你家一枝生性温柔，若是他带回去个有脾气的，那一枝岂不是要天天受气？八字没一撇，太早了。姻缘最说不准，兴许某天就开窍了呢。对了，边郡还好？陆广白还在边郡，边杀12部自然不会动。你们李北少了主将，难免棘手。将才难求，不好找。李北是大周的边陲重防之地，你若是再不挑选后继之人，对李北而言只有坏处。我知道你对阿野寄予厚望，可他注定飞不出曲都。这些年，即便你不说，他就没有察觉吗？你期待一分，他便痛苦一分。李北不是他的双翼，而是他的牢笼。季明，你我多年好友，我劝你一句，选别人吧。刀剑必身，敢做不愧人，却一朝遇穷途得主，有股红尘。新风起，引刀人还君恩。铁蹄寒冰，重披烽火门。羽翼人赠，惊鸿也都恨。忽知身在风月滚，少年春少顿。我狂
或软语可听闻。千金难买兰州香，可换我同你江湖来。愿做他坚不可摧的盾，纵策马风雪迢迢，一同踏与天道比高，不负这年少。若是人问说多高，是霜雪逐浪的渔樵，一世千秋一双人最见长。本是兄年，却用情至深。君的好梦，却以哑而生。可否留住7月的雨，3月的春？以后就2个人百岁闻。要同他战场时写战袍，替他振八方英豪，一同他将英名尽抛。怪异这年少，若是人话比罗高，是福命和神为这样，一世千秋一双人最见长。在背后相交，在发丝缠绕，浅浅舞，去一笑。策安呢？今日赏赐策安的东西，策安都受了吗？总督大人受了。他心情怎样？很欢喜呢。老子的心愿就是做个衣冠禽兽。5年前我踹你一脚，恨不恨？我若说恨，岂不是辗转反侧想的都是你？不恨的，一点儿也不恨。那可惜了。若是恨我，今日就能报仇了。几个月前，师叔请我吃驴翅，那一次我没尝到。此刻长夜漫漫，正宜把酒相待。季雷，下酒了。你疯了，沈泽川，你疯了啊！我疯了。